今天我们来聊聊泰坦号深海潜水器内爆事件调查报告背后那些令人无力吐槽的荒诞真相。2023年6月，泰坦号在执行造访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深潜任务时神秘失联，一场举世瞩目的搜救行动随之展开。当时全世界屏息以待，希望5位成员能奇迹生还。然而几天后，残酷的消息传来，泰坦号已经在深海中发生灾难性内爆，艇上5人无一幸免。人们不禁疑惑，这么一艘号称尖端创新的观光潜水器，怎会瞬间土崩瓦解？是天灾亦或人祸？如今2年过去了，调查报告终于出炉。美国海岸防卫队的海事调查委员会经过长达2年的深入调查，在2025年8月公布了厚达300多页的最终报告，结论发人深省，也令人震惊。这场悲剧完全可以避免。报告以本可预防的灾难来形容泰坦号内爆事件，详细揭露了一连串导致悲剧的荒诞原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梳理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报告中揭示的诸多内幕。有些细节荒唐的令人瞠目结舌，让人不禁要问，如此明显的隐患，他们当初究竟是怎么想的？泰坦号是由美国海洋之门 OceanGate 公司研制的一艘深海载人潜水器，目标是载着付费乘客下潜将近4000公尺，亲眼目睹大西洋海底那座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残骸。自2018年起，海洋之门就开始高调宣传泰坦号，号称采用革命性的碳纤维和钛合金复合船体设计，打破传统潜艇只能用金属建造的定式。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斯托克顿·拉什更是自信满满，表示要以创新技术大幅降低深海探险成本，开创深海观光旅游的新纪元。听起来是不是很令人向往？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许多深潜业界的专家一开始就对泰坦号的安全性捏了一把冷汗。OceanGate 为这趟深海探险开出的票价高达每人25万美元。然而昂贵的费用并未吓退富豪与冒险爱好者们，能够亲眼目睹传奇的泰坦尼克号残骸，对他们而言充满致命吸引力。泰坦号一时间成为极限旅游界的热门话题，不少人争相报名，希望成为极少数亲历过这片深海遗址的人。早在2018年3月，美国潜水器行业的多位权威人士就曾联名致信 OceanGate 公司，明确警告泰坦号在设计和测试上存在重大隐忧。这封联名信措辞严厉，直指 OceanGate 的实验性做法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专家们敦促拉什不要跳过常规的第三方认证流程，强调对载人深潜器进行严格的分类检验，例如遵循 DNV 或 ABS 等权威机构的安全标准，是保障潜航安全的不二法门。然而拉什一意孤行，他认为传统的安全审核流程过于陈旧僵化，会阻碍创新。他甚至公开表示，在某些时候过度强调安全纯粹是浪费，如果你只想万无一失，那就干脆永远别下床。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背后，是他对自己创新技术的盲目信心，以及对行业规范的刻意无视。同样在2018年， OceanGate 公司内部也响起了警钟。时任海洋作业总监的大卫·洛奇里奇在参与泰坦号的早期测试过程中，发现碳纤维艇壳存在可疑的瑕疵和缺陷。他担心在反复深潜的压力循环下，这层碳纤维复合材料会逐渐疲劳，产生隐蔽的裂纹。为此，他在2018年初向公司提交了一份措辞严肃的报告，列出多项安全隐患，并建议暂缓深入潜航计划。然而公司高层非但没有虚心听取这位专业人士的忠言，反而对他采取了极不友善的态度。据事后调查揭露，洛奇里奇在递交报告几天后就被解雇，他随即向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提起了举报。最终此事以公司与他达成和解告终，但洛奇里奇提出的那些触目惊心的警告却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引起 OceanGate 的重视。回顾这些往事，让人不寒而栗。业界专家的联名示警，内部工程师的专业劝谏，其实早在5年前就摆在 OceanGate 眼前。他们本有多次机会踩下刹车，重新审视泰坦号的安全设计，但拉什选择无视一切杂音，坚持走一条特立独行的捷径。他刻意回避监管，把付费乘客称作
任务专家，而非乘客，试图以这种灰色操作规避美国对商业潜水器载客运营的监管规定。他拒绝让任何第三方机构对泰坦号进行认证，声称自己研发的实时船体健康监测系统已足够保障安全。在他营造的叙事中，泰坦号仿佛万事俱备，可靠无虞，可以放心载人挑战深海极限，但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事实上，在缺乏外部审查的情况下，任何设计缺陷和潜在风险都可能被内部人员轻视甚至掩盖。调查报告直言， OceanGate 的企业文化存在严重缺陷，表面上订立了一套安全手册，实际操作中却充斥侥幸和草率。令人啧舌的是，公司给深海潜水制定的安全作业手册竟只有寥寥4页纸。想象一下，一家要带人潜入数千公尺深海的公司，其安全规程居然比一般高楼的消防守则还要薄，这难道不荒唐吗？事实上，深海潜水器的安全规范绝非多此一举。过去数十年，各国研制的载人深潜器，如美国的阿尔文号 Alvin、日本的深海6500等，无不经过严格的设计审查和测试认证，历经上千次潜航，仍保持着零伤亡的记录。正因为遵循标准，他们才能在极端环境下最大程度地保障成员安全。反观 OceanGate 却将这套成熟体系弃如敝屣，自以为靠一些创新就能万事大吉。拉什这种无视行规的做法，其实是将乘客性命置于巨大的未知风险中。更令人担忧的是，泰坦号在安全备援方面也漏洞百出。例如，它的舱门需要从外部以17颗螺栓锁紧，成员在艇内无法自行打开。换言之，就算泰坦号侥幸浮上海面，艇中人也只能困在密闭舱中等待外部救援。再比如，泰坦号未配备自动抛放的应急定位浮标，一旦失联，搜救人员很难第一时间确定它的位置。可以说，泰坦号本身就像一座封闭的深海牢笼，一旦出事，成员几乎没有逃生的余地。碳纤维压力壳是泰坦号标榜的核心创新，也是此次事故争议的焦点所在。传统深潜器大多使用钢铁或钛合金制成的球形耐压舱，因为这些金属材料有成熟的工程经验支撑，能够在高压环境下长期保持结构强度。而泰坦号的主体是一个直径约 2.4 公尺的圆筒形舱段，由碳纤维复合材料绕制成型，两端再安装钛合金的端盖和接口。碳纤维材料确实有优点，质量轻，抗拉强度高，在理论上可以承受巨大压力。但问题在于，深海环境残酷无比，在泰坦尼克号残骸所在的约3800公尺深处，海水压强超过每平方公分400公斤，艇体稍有结构薄弱，后果就是毁灭性的。而碳纤维在反复的压力循环中容易产生疲劳和微裂缝，这些隐患肉眼难以察觉，却会一点点削弱结构强度。打个比方，如果把深潜器的压力舱比作一根曲别针，金属材质的曲别针被反复弯折多次后，往往会预先出现变形迹象，而碳纤维制成的曲别针可能在某次弯折时突然啪的脆断，之前没有任何明显警告。同样地，碳纤维压力舱也许某次潜水就内部受损，但难以从外部检查发现，接下来的每一次下潜都如同在赌命。令人痛心的是，悲剧的种子在事发前其实早已埋下。根据调查，在泰坦号以往的多次潜航任务中，屡次出现过警讯和异常。2021年和2022年 ，OceanGate 陆续带领数十名付费客户下潜观测泰坦尼克号残骸，共成功完成了13次深潜。然而，这些看似风光的记录背后隐藏着好几桩险情。例如，2022年的一次深潜中，泰坦号的推进器控制系统故障，导致潜水器在接近目标深度时突然失去平衡，开始打转。好在当时驾驶员及时切换手动操作，勉强稳定了姿态，最终还是带客户看到了残骸，算是有惊无险。但另一次下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也是在2022年，在完成观测任务准备上浮时，泰坦号艇身传出一声巨大的异响，仿佛某个部件在深海高压下断裂碎裂。艇上乘客和操作人员一阵紧张。事后虽然泰坦号成功浮上海面，表面上看似安然无恙，
但这声不祥的巨响究竟来自哪里 ？OceanGate 当时并未深入调查分析。后续证据显示，这起事件很可能是压力舱出现某种损伤的前兆。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的专家发现，自那次巨响事件之后，泰坦号压力壳在随后几次潜水中监测到的应变反应数据发生了异常改变，这表明船体结构自那时起已经不如以往稳健。然而，面对这些一再浮现的红旗 ，OceanGate 的应对方式令人摇头叹息。他们似乎抱着只要这次平安无事就可以照常运行的侥幸心理，既没有对压力舱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也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性维护，甚至连那套引以为傲的实时船体健康监测系统收集到的数据，公司都没有认真分析采取行动。调查报告指出，在2023年重新启动泰坦尼克残骸观光季之前， OceanGate 既没有针对前一年的数据异常进行任何检查维修，也没有妥善存放和保养泰坦号。相反，为了节省成本，他们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决定，公司居然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泰坦号潜水器长期停放在户外停车场中。没错，您没有听错，根据调查，泰坦号在2022年最后一次潜航结束后，被留置在加拿大圣约翰斯的一处露天海军码头停车区，长达7个月之久。在此期间，这套精密的深海设备既没有覆盖保护，也没有置于恒温干燥的环境中度过寒冬。圣约翰斯的冬季寒风刺骨，雨雪交加，昼夜温差剧烈，潜水器的碳纤维船体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冰冻和解冻的循环，这对复合材料而言简直是折磨。多名工程师事后证实，如此不当的存放会让碳纤维层受潮，产生微裂纹，严重削弱结构强度。试想，连普通汽车都不应该在极端天气下毫无保护地丢在户外，风吹日晒雨淋，更何况一艘需要承受深海高压的潜水器。海洋之门公司财务困难，想省钱可以理解，但这种近乎草率的做法，无疑又为泰坦号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带着这些隐患与伤痕，泰坦号踏入了悲剧性的2023年。OceanGate 这次租用了加拿大的支援船北极星号 Polar Prince 作为潜水器母船，再次载着满怀期待的乘客前往北大西洋深处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海域。在此之前，他们每个人都签署了一份厚达数页的免责同意书，其中多次以醒目文字提醒此次潜航可能导致死亡。然而无论风险多高，这些探险者依然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5名成员陆续钻进那狭窄的圆筒舱室，包括 OceanGate 公司 CEO 拉什本人、法国知名探险家兼泰坦尼克号专家保罗·亨利·纳尔热莱、英国富豪冒险家哈米什·哈丁，以及巴基斯坦裔英国企业家夏扎达·达伍德和他年仅19岁的儿子苏莱曼·达伍德。这5名成员中有2位经验极为丰富的探险家。77岁的保罗·亨利·纳尔热莱曾任法国海军指挥官，几十年来参与了泰坦尼克号残骸的科学考察与深潜任务，对那片冰冷的海底了如指掌。他本可以不再冒险，但退休后依然选择加入泰坦号的深潜行动，延续自己的深海梦想。另一位成员哈米什·哈丁现年58岁，是英国企业家和冒险家，保持多项航空与潜水世界纪录。他曾搭乘商业火箭进入太空，也曾随科学家潜入马里亚纳海沟，堪称探索极限的传奇人物。然而，连这2位见多识广的勇者也没能逃过泰坦号的厄运。此外，来自巴基斯坦的夏扎达·达伍德与他19岁的儿子苏莱曼，则是抱着对探索未知的热忱一同踏上旅程。据家人透露，苏莱曼原本对深潜有些畏惧，但为了与父亲共度父亲节，他还是鼓起勇气加入了这次冒险。谁曾想，这趟父子之旅竟成为永远的别离，留给家人无尽的悲痛与懊悔。早上8点左右，泰坦号在母船的协助下下沉入海，开始沿缆绳向泰坦尼克号残骸所在地约3800公尺深的海底缓缓潜降。此刻，潜水器周围只剩漆黑与冰冷，阳光早已无法照入这片深海，水温接近冰点，宁静的海底隐约可见一座庞然阴影，那正是110多年前沉没于此的泰坦尼克号残骸。
犹如幽灵般伫立在黑暗中。对艇中乘客而言，能亲眼目睹这人类史上最著名的沉船遗迹，内心无疑既兴奋又敬畏。照理说，这段下潜之旅需要将近2个小时。在此期间，潜水器与母船之间无法使用无线电，只能透过简短的文字讯息交流，每隔一段时间报告深度和状况。一开始，一切似乎正常。根据事后公布的通讯记录，当泰坦号下潜到约2274公尺深时，向母船发送了一条简短讯息，这里一切顺利，这让船面指挥人员稍稍松了一口气。然而，悲剧往往就在看似风平浪静时突然降临。泰坦号继续下潜约10分钟后，又一条奇怪的讯息传来：抛掉2个压载。压载指的是潜艇上用以控制浮力的配重。一般情况下，除非遇到需要紧急上浮或调整姿态，否则不会轻易抛弃压载。泰坦号在尚未抵达预定深度时就丢弃了2个压载，意味着艇上人员可能意识到了异常情况，正试图让潜水器减重上升。然而，就在这条令人不安的讯息发出仅仅7秒钟后，一切联系戛然而止。上午10点47分左右，北极星号母船上的人员突然发现再也无法收到泰坦号的任何回复。就在失联的那一瞬间，海面上的母船有人隐约感到船身震动了一下，当时谁也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而真相很快浮出水面。那一刻，潜伏在深海中的泰坦号已经瞬间解体，发生了内爆。所谓内爆，可以想象成在压力巨大的深海中，潜水器的外壳突然破裂，海水以极高速度疯狂灌入，本来压缩的空气瞬间被压榨发热，艇体和舱内物件转眼间被撕成碎片。整个过程可能不到 0.1 秒，艇内的5人甚至来不及感到疼痛，生命便戛然而止。就这样，一场深海梦想在转瞬之间化为永夜。当时，这个残酷的现实并不为人所知。泰坦号失联的消息很快传开，全球媒体焦点聚集于此，一场大规模的跨国搜救行动紧急展开。美国与加拿大调派海军与海岸防卫队的舰艇和巡机，搜寻可能漂浮在海面的潜水器。多台遥控深海机器人被部署下水，试图在海底寻找蛛丝马迹。所有人心中都在计算氧气耗尽的倒数。据说艇上氧气理论上可维持约96小时，也就是4天左右。一旦超过这个时间窗，生还希望渺茫。一时间，全世界通过新闻实况紧张地等待奇迹。而在搜救过程中，甚至出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插曲。搜救队的声呐每隔固定时间，似乎监测到海底传来神秘的敲击声，仿佛有人在艇壳内有节奏地敲打求救。这条消息让无数人燃起一丝希望，揣测泰坦号是否仍完整地卡在某处，艇内幸存者正试图发出信号。然而希望终究成空。经过4天4夜的拉网搜索，在6月22日，最终由加拿大科考船北极地平线号释放的一台深海遥控潜水器，在泰坦尼克号船首约500公尺外的海床上找到了泰坦号的残骸碎片，包括尾椎、后端圆顶、艇身残片以及大片碳纤维外壳，散落在广约500公尺的范围内。残酷的事实尘埃落定，泰坦号却已粉身碎骨，艇中无人生还。之前那些所谓的敲击声，只是无关紧要的海底杂音。亿万人屏息期盼的奇迹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发人深省的悲剧。更让人后背发凉的内幕在事后被曝光。原来，早在泰坦号失联当天，美国海军的水下监听系统就捕捉到了疑似潜水器内爆的声响。这套系统平时用于监测潜艇动态，美军虽不方便公开其具体技术细节，但泰坦号出事后，他们立即调取了相关声频数据，发现在泰坦号失联的关键时刻，海域中出现了强烈的宽频脉冲，与压力舱突然破裂时产生的声音特征完全吻合。换言之，美方相当确信泰坦号在失联当日就已经瞬间毁灭。然而，为免影响公开搜救行动，这项情报没有立刻对外宣布，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那几天里，全球媒体和公众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的大起大落。事后许多人感慨，这场事件宛如泰坦尼克号当年的悲剧重演一样的措手不及。
一样的铺天盖地新闻关注，一样的最终无人生还。而更深一层看，导致灾祸的根源竟同样有着人类的傲慢与轻忽。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泰坦号事故牵动全球目光时，地中海却发生了一场更加惨烈的船难，却几乎未获关注。2023年6月中旬，一艘载有数百名难民的渔船在希腊外海沉没，推测超过500人遇难。然而该事件在国际媒体上仅掀起小小涟漪，关注度远不及泰坦号事件。在泰坦号结局明朗后，不少评论者对此现象进行了反思，质疑公众对不同族群生命的重视存在偏差。有人感叹，如果泰坦号的教训能够唤起世人对更多海上遇险生命的关注，也不失为这场悲剧带来的一丝意义。随着泰坦号内爆真相陆续曝光，舆论开始拷问 OceanGate 公司乃至这场悲剧背后的人为因素。一时间，各种骇人的内幕细节见诸报端，令人瞠目。从用电玩游戏手柄充当潜水器操纵杆，到观景窗玻璃据称只通过潜水压力等级认证，却被安装在深潜器上，再到早被员工举报的安全问题遭掩盖的故事， OceanGate 以及拉什本人几乎瞬间从深海拓荒者变成众矢之的，被谴责为罔顾人命的反面典型。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声浪， OceanGate 公司很快宣布永久停止所有探索和商业运营， CEO 已随潜水器罹难，公司也声明扫地。这家曾经意气风发自诩革新的企业顷刻间分崩离析。知名电影导演兼深海探险专家詹姆斯·卡梅隆也对泰坦号事件发表了看法。他指出，泰坦号悲剧与1912年泰坦尼克号首航沉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有人提前警告却被忽视，也都存在对技术过度自信的致命骄傲。卡梅隆表示，自己在搜救行动开始后不久，凭借多年潜水经验就判断泰坦号恐怕已经内爆，因为种种迹象显示情况不妙。他痛批 OceanGate 无视工程原则和安全要求的做法令人难以置信，并坦言，我绝不会乘坐那样的潜水器。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道出了无数专业人士的心声。然而，追责并未随公司停摆而结束，美国和加拿大等多个机构对此展开了正式调查，其中由美国海岸防卫队主导的海事调查最为全面深入。经过长时间的搜证，包括2024年9月举行了为期2周的听证会，调查委员会访问了20多位证人，审阅了大量技术资料和通讯记录，终于在2025年8月正式发布了这份详尽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从设计、测试、运营、监管等各方面彻底解剖了泰坦号事故的成因。一句话概括，这是多重疏失和傲慢共同酿成的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首先，报告明确指出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泰坦号耐压船体结构强度丧失，简单来说就是压力舱撑不住外界深海压力而崩溃，而导致这一点的首要因素正是 OceanGate 在泰坦号的设计和测试流程上严重不当。具体而言，泰坦号压力壳的设计过程中缺失了许多深海载人器本应遵循的基本工程原则，例如充分的安全系数、完整的疲劳试验和材料检验等。报告批评 OceanGate 对碳纤维材料的特性缺乏充分理解，没有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和反复试验，就草率地投入载人深潜运营。据一名前工程师证词，泰坦号在早期测试时，第一具碳纤维压力舱就出现异常。公司后来换装新的压力舱继续使用，但设计上的根本缺陷依然如故。相反，公司更多依赖电脑模拟和理论推算，甚至夸大了实际进行的压力测试次数。调查发现，拉什曾对外声称泰坦号的最终压力壳经历了大量深潜测试，实际上那只是粉饰太平的说辞。更有甚者， OceanGate 过度信赖他们自行开发的实时声学监测系统，试图以电子监控取代传统的安全冗余设计。但专家指出，压力舱一旦开始出现微裂纹，到彻底内爆往往只有几毫秒，远不足以发出预警并让人逃生。因此，指望监测系统来亡羊补牢，完全不能替代在设计阶段就构筑充足的安全预度。其次，
维护和检查流程的缺失，使得上述那些潜在损伤未能被及时发现和修复。报告详细提及了泰坦号在2022年末存放和2023年初重新部署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户外长期存放导致船体材料进一步劣化，之后匆忙重新安装调试时，也没有对碳纤维舱体进行高精度探伤或强度评估。此外，2023年启动新一季潜航时 ，OceanGate 更换了支援母船，改变了潜水器的拖航和下水方式。以往泰坦号可能直接在港口被装载上母船甲板，而改用北极星号后，必须在公海拖带潜水器前往潜点。这种新的拖航作业为潜水器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风险，例如风浪中长途拖行可能造成艇体额外的震动和碰撞等。但公司未充分评估这些改变带来的安全影响。调查委员会尖锐地指出 ，OceanGate 一贯存在忽视安全、贪图方便的操作模式。无论是存放、运输还是下水，处处都是省事省钱、压倒风险管控。然后，报告把矛头指向公司管理层和安全文化的弊端。正如我们之前介绍的那样 ，OceanGate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独裁而有毒的企业文化。拉什作为最高决策者，经常绕过标准流程，在内部压制质疑声音。前员工们透露，一旦有人对安全问题喋喋不休，不是被斥责晋升，就是被要求离职。在这种环境下，许多潜在问题要么被员工选择沉默以对，要么即使上报也遭到压制，甚至被刻意隐瞒。报告引用证词称，公司的管理层甚至有时为了对外营造良好形象而篡改、伪造安全相关资讯，使泰坦号看起来比实际更安全。比如 OceanGate 在宣传资料中反复强调泰坦号的设计符合或超越行业标准，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按照主流标准执行。再比如，拉什习惯把乘客称作团队成员，以规避监管，看似玩文字游戏，实则降低了乘客本应享有的安全保障。总之，调查报告一针见血地写道， OceanGate 的安全文化、公司结构和运营方式存在致命缺陷，表面写着一套，实际做着一套，长期透过恫吓、打擦边球和假象来逃避监管。如此强烈的措辞在官方事故报告中实属罕见，可见调查人员对 OceanGate 漠视安全程度之深感到何等震惊和愤慨。最后，报告也检讨了外部监管方面的问题。尽管主要责任在公司，但美国海岸防卫队也承认，现行的国际和国内体制对这类公海运营的创新深潜器缺乏监管框架。由于 Titan 这类非军用、非科学机构运行的商业载人潜水器以往并不多见，各国海事法规没有明确条文去约束和检查它，结果让 OceanGate 钻了空子，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大胆营运。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也在同步调查泰坦号事故，预计将发表独立报告，提供更多技术分析。此外，加拿大运输安全局亦参与了相关调查工作，各方正在研究建立更完善的深海潜水器监管体系。未来无论任何公司采用何种新技术，都必须符合基本的安全门槛和外部监管要求，才能载人潜航。换言之，不能再让某家公司在无视业界标准的情况下，载着乘客下海冒险而无人干预了。这份调查报告的发布，终于给公众和遇难者家属一个交代，也为整个深海探索行业敲响了警钟。报告明确表示，如果拉什本人还活着，调查团队将建议美国司法部以过失致死罪起诉他。试想，连 CEO 本人都可能因疏忽导致他人死亡而被追究刑责，可见这起事故在调查人员眼中绝非单纯的意外，而是带有明显人祸性色彩的可耻失败。在报告发布的同时，遇难者家属也纷纷发声。达伍德家族在声明中说，没有任何报告能改变悲痛的事实，亦无法填补我们家庭的无边遗憾。我们相信，如此灾难性的失败必须带来追责和监管方面的改变。其他遇难者家属也表达了类似的期望，呼吁以此为鉴，严格规范载人深海探险活动。回顾整个事件，从拉什满怀雄心的打造泰坦号，到种种警示被忽略，再到悲剧酿成，最后报告披露真相，每个环节都透着几分荒诞与讽刺。有人把这比作现实版的泰坦尼克沉没。
超过1世纪前，人们狂妄地宣称泰坦尼克号坚不可沉，结果首航便碰上冰山沉入海底，直接促成了后来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等一系列航运安全规则的诞生。而在21世纪， OceanGate 号称他们的泰坦号突破传统，安全可靠，结果第一次载满乘客深入泰坦尼克号残骸区便自身粉碎，成为深海探险史上惨痛的一刻。巧合的是， Titan 原本就是泰坦尼克号名字的一部分，却也隐喻着希腊神话中傲慢的泰坦巨人最终被击败的命运。这场悲剧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唏嘘，还有深刻的反思。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固然需要勇气和创新精神，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基本的科学规律和安全底线。创新与安全并非天生对立，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应该建立在安全合规的基础上去突破，而不是藐视规则孤注一掷，否则创新就可能变成鲁莽，勇气也沦为冒险，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灾祸。泰坦号的故事正是一个鲜明的教训，当一个领导者过度自信，无视他人的声音，当一个团队为了赶进度和节省成本而缩减安全步骤，当监管的目光无法企及那些打着技术创新旗号的灰色地带时，悲剧往往已在暗处酝酿。所幸每一次悲剧也许都能推动进步，就像1912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直接促成了现代海上安全规则的诞生，2023年的泰坦号事件也可能成为深海旅游和载人潜水器监管的新转捩点。目前，有关部门正着手制定针对深潜器的更严格安全标准，加强对私人探险活动的监管。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如果还有企业想尝试这类深海旅游项目，无论他们使用何种新奇技术，都必须首先满足严苛的安全要求。而那些愿意支付高价探索深海的冒险家们，也会更加谨慎，在登艇之前询问更多关于设备安全与认证的问题，不再轻信华而不实的宣传。总而言之，泰坦号内调查报告为我们揭示的真相比任何传闻都来得清晰而沉重。这场悲剧并非什么始料未及的天灾，而更像是一系列余情累积的必然结果。5条鲜活的生命消逝于黑暗深海，换来的是现实对傲慢和侥幸的无情嘲讽。我们在哀悼逝者的同时，也必须铭记这沉痛的教训。科技进步需要勇敢者开路，但勇敢不等于鲁莽，探索未知更不能漠视已知的规律和专家的忠告。当下一次人类再次雄心勃勃地挑战深海或太空极限时，别忘了泰坦号的故事，那一声长眠海底的巨响，就是对我们所敲响的警钟。